《西游记》中的大 boss 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了300年，掌握了中国神话中最厉害的这个火焰之一——三味真火。据说此火呢不尽不灭，直至烧光3魂7魄。凡是被此火烧到的妖怪，乃至太乙金人级别的这个神仙都难逃一死。可以说，被三味真火烧到，就啥也不剩了。如此厉害的三味真火，真的存在吗？火焰山下真的藏有三味真火吗？看完这个视频，你会有答案。火焰山，全中国唯一不用开火就能原地铁板烧的地方。西游里豪哥在这里打 BOSS， 现实里无数游客在这里打太阳伞。说真的哦，如果红孩儿活到现在，他根本不用喷火。支付宝到账1万元，来个2维码，收钱就够了。怎样才能练就和红孩儿一样的三昧真火呢？据说这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心愿。如今三昧真火现世了，这个还真不是谣言。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曾说，三昧真火实际上呢可以理解为人造太阳，一种强大的核聚变反应。也能控制这种核聚变的技术目前已经被我国掌握了。神话照进现实，在咱们国家也有可控核聚变的装置，就类似于影片当中的三昧真火，利用这种技术为人类提供一种很长远的清洁能源。点赞了吗？关注了吗？谢谢。我们先来搞清楚啊，什么是火焰山和三昧真火。现实的这个火焰山地处中国新疆吐鲁番，是天山之脉的之一，也是古思潮之路百道的必经之道。火焰山并不是一开始就叫火焰山，《山海经》中将其称之为炎火之山，维吾尔语叫克孜尔塔克，意为红山。隋唐时期，人们则称它为这个赤石山。直到明代晚期，吴承恩将唐三藏取经受阻，孙悟空3借8角扇的故事写进了《西游记》，把火焰山与唐僧、孙悟空、铁扇公主、牛魔王这些神话人物联系在一起，才使火焰山披上了神话的外衣，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名字，成为一的名山。火焰山山脉呈东西走向，它横亘于吐鲁番盆地中，山长100多千米，最宽处达10千米，主要是由形成于这个中生代侏儒纪、白垩纪和第3纪的砂岩与页岩构成。由于那个时期的气候特别炎热，而岩石中的这个铁在大雨和高温下不断氧化，所以形成了大量红色的氧化铁。除此之外，科学家在地质勘探时发现火焰山的这个地层中含有煤层，其中有的煤层呢厚达11米，它们曾发生过自燃，近地面的煤层呢已经自然殆尽了。可以说，火焰山是一个用料十分丰富的汉堡。还好煤矿含量呢并不高，大家可以想象，如果火焰山完全由煤矿构成，那它爆发时，其威力甚至能媲美这个超新星的爆炸，温度高达1000亿摄氏度，足以瞬间气化整个地球。当然，煤层在过去的1000万年里已经烧得差不多了。现实中，火焰山的温度仅有82度。没事，够烤熟鸡蛋就行。这个就叫专业。人们常常提起的这个，除了火焰山，还有三昧真火。在佛教密宗里，早有三昧真火的这个身影。着火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三昧真火。高僧们呢，通过特殊的这个呼吸法和冥想，能在极寒环境中让身体发热，甚至融化冰雪。藏传佛教认为，这种内在的火焰能净化业障，达到这个更高层次的这个修行境界。所以，三昧真火不仅是神话里的战斗技能，在当下它还能赋予精神修炼的意义。从《西游记》的这个红孩儿到现实中的火焰山，再到佛教的这个着火，这个概念跨越了科学、宗教和文学，成为我们人类对极致能量的一种共同想象。为了追求这种极致能量，人们当然不会放过这座传说中的这个炼丹炉。游客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纷纷把自己埋进这个热沙里，借此排毒养生、修行着火。我是来自杭州，扎疗了几天，感觉非常的好，感觉挺好，医务人员也非常的好，很负责任。不要小看沙疗，它是日光浴、热疗、按摩和磁疗的结合，哪是铁扇公举同款养生项目。有网友说失眠好多年，沙疗号从晚上10点睡到早上10点，睡了整整12个小时，据说还能刷医保。吐鲁番的沙疗可以医疗报销，异地被安到吐鲁番以后可以医疗报销。每年做沙疗的最好时间是6月初到8月底。沙疗的好处是磁疗、光疗、热疗
按摩等几种物理疗法相合一起的，使人体新陈代谢加快，水分的循环速度快，使人体的湿气、寒气排到体外，让身体的肌肉、皮肤软化新陈代谢加快作用。一个字，绝！更离谱的是，这地方连空调都要考耐热证书，在火焰山普通空调根本扛不住，运行几分钟就直接宕机变成烤箱。而根据最新的这个测试，海尔空调竟然在89度的这个高温下仍能保持15秒速冷，8赫兹的这个低频运行，非常省电哦。人头发誓哦，以上2条都不是广告。在国外的茶馆，也许火焰山是壁画里的红色怪兽，是神话里的不可企及的这个神秘疆域，但只有站在这里才知道，这片土地烫得如此亲切。《西游记》中有这样一个角色，他完美的诠释了中年男人的生存现状：兄弟要坑，老婆要打，还得兼职火焰山 CEO， 他就是牛魔王。很多人在牛魔王身上获得了共情。台湾音乐人陈彼得老师曾直言，感觉这首歌唱的既是老牛，也是他自己。他曾为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这个牛魔王献唱了一首《不由己》。希望你愿成我可以躲。从1986年《西游记》到《黑神话：悟空》，火焰山烧了整整39年，而火焰山的故事永远烧不完，因为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一座等着被征服的火焰山。你认为火焰山的真相是？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的答案。